阿伦西亚历596年，决定卡奥斯与索菲亚两国命运的卡德莱特平原之会战以卡奥斯帝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索菲亚王国军自国主诺兰德夫6世以下，全军覆没，仅杰克弗利特将军一人生还。索菲亚王国已没有兵力可战，整个大陆都认为索菲亚王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日后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史书上，学者们这样写道。而且，在帝国军的战况报告上，还记载着这一战卡奥斯帝国军赢得并不艰难，双头龙皇骑士团从头到尾都未参战，自然是毫发无伤。青龙骑士团只损失了1成不到的兵力，战斗力丝毫未减。就连经过力战以后的铁甲骑士团与赤龙重装兵团也各自保存了6-7成的兵力。除了因为杰克弗里特的勇猛而使得帝国军损失了不少中队长以外，帝国宰相夫利斯以蛮族人和佣兵团削弱索菲亚军战力的策略取得了完全成功。还有不少学者在这一段记录后悄悄地记下了如下的文字：自从这一场战争之后，整个阿伦西亚大陆就开始了它的第3个战争年代。这一次的战争时代虽然延续时间不及最初的英雄王建国时代和人兽争霸时代，但它的规模却远远过之，而且更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和传说，也有着许多令人伤心痛恨的故事，既令无数后世的热血少年们对于前辈的英勇羡慕不已，又使得无数学者史家为自己未能生逢其时而憾恨终身。另外，在所有的报告和历史书中都没有记载，在卡德莱特平原上空，夕阳下的云层中，有一只巨大的3头鹰载着它的主人从头到尾观看了这一场战役。它从帝国军开始设埋伏起就悄悄尾随着，直到卡奥斯军离开战场，它才不慌不忙地振翅飞出云层，向着大陆的另一头达伦海峡的方向飞去。带着沮丧的心情，雷昂返回了帝国皇帝的大帐，但等待他的却是热烈的欢迎式和法兰皇帝的亲自褒奖。雷昂卿果然无愧为我帝国的第一勇士，亲手隔壁敌酋诺兰德夫，又在一合之间令鼎鼎大名的黑杰克落荒而逃，确实大振我帝国军威，朕自当重重封赏。雷昂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单膝跪倒在地，说道：陛下的夸赞太过于了，微臣实感惶恐不安。事实上，诺兰德夫并非微臣亲手所杀，他是被微臣夺走了圣剑兰克贝尔特以后死在部下的叛将手中。至于杰克弗利特，微臣以圣剑兰克贝尔特和魔剑萨恩巴特在手，尚且被他从容一走，实在是深感惭愧，因此特地来向陛下请罪，并缴还2柄宝剑。说着，他从背上拔出那2柄全大陆闻名的剑，高举过头，等待皇帝法兰收回。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雷昂的手上，这是令人窒息的一刻。圣剑兰克贝尔特和魔剑萨恩巴特居然被集中在一人的手中，那是何等强大的力量！2柄剑似乎互不相容一般，发出了轻微的嗡嗡声。圣剑兰克贝尔特的青色光辉与魔剑萨恩巴特的黑色光气都在闪烁不定，彼此消长。法兰皇帝大笑着伸手抓起圣剑兰克贝尔特，但他立即脸色大变，像抓到一块烧红的烙铁般将之放开，脸变得煞白。不过他很快恢复了正常，伸手取回了魔剑萨恩巴特，微笑着对雷昂说：雷昂卿亲手夺取了这柄圣剑兰克贝尔特，朕就将它赐予卿。以雷昂卿的武力再佐以圣剑兰克贝尔特，相信定可令卿成为全大陆无敌的武士。大帐中所有的人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无敌的青龙骑士，全大陆第一的战士。法兰皇帝挥手停止了人们的欢呼。现在让我们处理掉一些杂物，直接向索菲亚王都进军吧。各军团长报告战况。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脱身的雷昂悄悄挪到了帝国宰相夫利斯的身边。夫利斯大人，刚才陛下是怎么了？是否陛下的身体欠安？夫利斯看看四近无人注意，低声回答道：我也不很清楚，也许陛下受到了魔剑萨恩巴特的影响，对圣剑兰克贝尔特有一种特殊的畏惧吧。难道陛下被魔剑萨恩巴特控制了吗？恰恰相反，陛下控制了魔剑萨恩巴特，但他必须不停地同魔剑萨恩巴特中蕴含的杀气斗争，难免会受到魔剑萨恩巴特的影响。一阵嘈动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一群野蛮人的首领走入大帐，他们的数目比起初与帝国谈判时已经减少了许多，这都是拜圣剑兰克贝尔特所赐。为首的酋长对着皇帝法兰大叫大嚷了一通，旁边的通译战战兢兢地将这些很不敬的话语翻译给皇帝法兰听。出人意料的，
皇帝并未发怒，告诉他们，帝国感谢他们的帮助，他们会得到我们许诺的土地和财富，现在他们可以回家了。随着帝国皇帝的话语，身后的侍从搬出了大袋的金银币和宝石，这立刻改变了野蛮人的态度。当他们千恩万谢地退出帐篷时，走在最后的通义犹自在喋喋不休。他们要我转告陛下，他们会永远是陛下的朋友，以后陛下如果再有差遣，他们随时愿为陛下效力。紧接着走入大帐的是这一次受卡奥斯帝国的雇佣而为他们作战的雇佣军首领们，为首的自然是精强威佣兵团的副团长，赫赫有名的红狮子巴夏尔。他向皇帝法兰报告了战绩之后，就将缴获的战利品，已故索菲亚长剑官培纳德的名剑巨人斩呈交给法兰皇帝。这是一口好剑，陛下，可惜我用不着，奉献给您吧。皇帝法兰微笑着接受了这件礼物，并回赠他大批的财宝。多谢了，巴夏尔团长，这是你应得的酬劳，影响了你们在特里科的逝世，请代我向夏洛蒂团长致意。不必客气，陛下，相信此时珍妮特团长已经把那件事解决了。跟着巴夏尔一同进来的是银狼佣兵团的科尔登斯卡修尔团长，他是一个30刚出头，充满了魄力与野心的男子，是一个对于自己的实力极度自信的人。在他人看来，科尔登斯可以说得上是个兼具勇武和谋略于一身的人。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在短短几年内，银狼佣兵团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雇佣兵团一举成为大陆排名前20位以内的著名佣兵团。但科尔登斯自己却一直认为他的地位远远配不上自己的才能，继续向上爬才是他最大的心愿所在。而他最崇拜的人就是当年自立称雄的法伦大帝。此次能够接受卡奥斯帝国的逝世委托，并且同大陆排名第一的精强威佣兵团一起面对卡奥斯帝国的皇帝接受褒奖，这令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此他的报告声也特别响亮：皇帝陛下，奉陛下之令截杀索菲亚军的残兵败将，已将他们全部杀尽，只逃了杰克弗里特一个人。说到最后一句时，他的声音不由得降低了。可法兰皇帝却大笑起来，说道：那个黑杰克并非你能够拦截的，你的事是完成的非常漂亮。卡修尔团长，你是使用双手大剑的吧？这口剑倒是很适合你的。说着，他亲手将大剑巨人斩递给那极度兴奋的佣兵团长科尔登斯的双手颤抖着接过了这件褒奖品，跪倒在地上，他的声音也在颤抖：微臣愿追随陛下左右，永远效忠于陛下，以报答陛下今日之恩。他几乎是被侍从搀扶起来的。很好，卡修尔团长，继续追杀那黑杰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那家伙在今次战役中给我军造成了不该有的重大伤亡，朕要他为此付出代价。是，微臣一定竭尽所能，将那黑杰克的人头呈现与陛下价钱。科尔登斯双手捧着皇帝的御赐之物，恭恭敬敬地倒退着离开了大帐。皇帝法兰自始至终脸上都带着微笑，直到米兰的使者走进大帐，他的脸上立刻变了颜色。德米莱斯，你这个无能的废物，竟然还有脸来见我，为什么不在战场上战死？你的步兵队不是号称全米兰装备最好的部队吗？为何连一顿饭的功夫都不到就被索菲亚军打垮了？莫非你们仍和索菲亚暗通款曲？被法兰皇帝责骂的是一个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胖子，他全身上下虽然穿着华贵的金属甲胄，却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军人。他的脸上有厚厚一层血污与尘土，但由于过分均匀，却让人感到这是故意涂抹上去的。事实上，当作战时，他远远地躲在最后，身上连一滴血也没有沾到。此时他脸上的化妆被汗水化开，更显得猥琐不堪。德米莱斯在米兰国内本以能言善辩而著称，当初米兰城主派他来的目的本就是要借助于他的外交口才，而不是军事才能。然而此时这位米兰的首席外交官却像一只猛然暴露在阳光下的地鼠般，眼睛盯着地上，恨不能找一个地洞钻下去。对于德米莱斯来说，法兰皇帝的目光和愤怒要比索菲亚军的喊杀声更令他难以承受。伟大的、英明的皇帝陛下！德米莱斯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己的舌头。我们米兰人确实不是战场上的勇士，但请您相信，我们确实是尽了一切力量在同索菲亚人作战。银色橡树步兵团是全米兰装备最好的军团，而且根据骑兵克步兵的惯例，我们摆出了防守的队形。可是，德米莱斯的舌头逐渐灵活起来，像弹簧般开始上下翻动。
华丽的词藻又回到了他的脑子里。可是我们遇到了那个黑色的魔鬼，下官不该在您的面前提到那可恶的名字。可您知道那魔鬼一人就剁翻了我们足足一个中队的兵士，而自己却毫无损伤。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都丧失了战意。我们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不得不后退少许，以便整军再战。够了！皇帝法兰冷冷地打断了德米莱斯的长篇大论。你的军团在伤亡仅30%的情况下就狼狈逃窜了，不但未能造成黑杰克骑兵团的伤亡，甚至未能拖住他们片刻，以至于他们能够迅速驰援诺兰德夫的军团，致使我军遭受到极大的损伤。2败俱伤，这难道不是你们这些狡猾的米兰人所希望的吗？不要忘了，你虽是米兰的使者，眼下却是作为盟军接受卡奥斯帝国的命令，朕一样可以临阵脱逃之罪将你处刑。皇帝法兰的声音逐步提高，显示出他的怒气也越来越大，这使得德米莱斯又紧张起来。幸好在这时，宰相弗利斯及时说话，缓解了他的处境。尊敬的陛下。宰相弗利斯的声音并不高，却很有说服力。诚然，德米莱斯伯爵未能尽到他的职责，陛下会因此感到愤怒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考虑到我国与米兰公国长期以来的良好关系，还请陛下宽恕德米莱斯伯爵这一次的失误，给予他补过的机会。当宰相弗利斯的目光与法兰皇帝的眼神相对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被人看出的笑容。卡奥斯皇帝的眼中也有了一丝笑意，但是在满帐的文武官员中，只有敢于直视皇帝视线的青龙骑士雷昂才发现了这一点，这令他大为迷惑不解。沉默了片刻，卡奥斯皇帝终于开口饶恕了德米莱斯的罪，只是他的语气依然严峻。匍匐在地上的德米莱斯伯爵丝毫也感受不到有宽恕的意思。既是弗利斯大人说情，看在你们的阿尔伯特大公面上，这一次就恕汝之罪，今后若再有临阵退缩之事，定当严惩不贷。是，下官叩谢陛下隆恩，彼主人阿尔伯特大公定会感激万分。此外，如同一只在雷声过后又探出脖子的乌龟，德米莱斯抬起他肥胖的脑袋，向卡奥斯的皇帝展开了谄媚的笑容。陛下答应彼国商人的优先交易权一事，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吧？此时他的语态神情不像是在同大陆最强大国家的皇帝应对，倒像在交易所中面对客户的投机商，这才是德米莱斯的本性。要他长期保持贵族的风范，同王家交往，反倒是难为他了。恬不知耻，贪得无厌。军帐中所有人的头脑中都浮现出了类似的字眼，就连自认为已经非常熟悉米兰人的贪心的帝国宰相弗利斯也不由得为德米莱斯的大胆和贪婪而吃惊。当然，他所考虑的要比其他人多一些。帝国目前仍需要借助于米兰的交易力量。自从卡迪亚盟约破弃后，他们必须通过米兰取得必须的物资与补给。在这种情况下，可不能当真杀了米兰的使者。然而，在他们控制了索菲亚广大的土地、金银矿和谷仓后，那就要另当别论了。陛下能控制住他的怒气吗？宰相弗利斯的心中涌现出这样的疑问。这不仅事关卡奥斯和米兰的关系，还关系到法兰皇帝是否能抵御住魔剑萨恩巴特的弑杀诱惑。这后一点才是令弗利斯真正担心的。尽管他刚才还安慰雷昂，此时弗利斯的心中可是一点没底。沉默了许久，皇帝法兰终于说话了，他的声音显得平静而沉稳，大异于他平时的作风。朕会遵守朕的承诺，但你也必须尽到你的责任。无声的，宰相弗利斯吁出了一口长气，他听出皇帝正竭力控制自己的情感。此时他只希望德米莱斯不要再不知轻重地提出要求，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幸好德米莱斯听出了皇帝语气中的不祥预兆，默默地行礼退出了。不悦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军帐，将官与侍从们纷纷告退，最后帐中只剩皇帝法兰、宰相弗利斯与青龙骑士雷昂3人。你有什么话想说，雷昂卿？皇帝法兰早已看出了雷昂的不安，索性首先提出。是的，陛下，微臣觉得您对德米莱斯伯爵的严厉似乎有些奇怪。卡奥斯皇帝大笑着，这是控制人心的手段。弗利斯卿，你向他解释吧。这是根据个人的性情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雷昂将军。弗利斯尽可能用简明的话语说明。像蛮族人、佣兵团长这些性情简单明快的人物，只需以好言抚慰即可令其成为忠诚的部属，但对于德米莱斯这类天生贪婪之徒，
一味结恩示好并不能起到作用，必须要加以威严恐吓，才能令他们不至于有叛离之心。可是对那样的家伙似乎没什么用啊，他倒几乎将朕气疯了。皇帝法兰带着苦笑自嘲，他随即转向雷昂，揽住这名爱将的肩头，将这肮脏的家伙从心里踢出去。明天我们的军团直接进攻索菲亚王都圣弗朗西斯。看着这两人大步走出军帐的背影，帝国宰相弗利斯的心中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青龙骑士雷昂自小时候起就被皇帝法兰所宠爱，皇帝甚至专门为他延请了来自中金国的剑术和格斗名师传他武艺，而雷昂也确实从没有辜负过皇帝的信任和关爱。记忆中，皇帝法兰就算是对自己的亲子奥利佛大公，也不曾有过这么亲密的言行动作。也许这就是所谓缘分吧。弗利斯低声细语，但很快他的思绪就转向了明天将要开始的索菲亚王都攻略战。达伦海峡被称为地狱的渡口，海上的寒风啸叫声，有人说是大祭司萨恩巴特永恒的吼声。冰冷的海水中还不时有巨大的虎鲨出没。这里既没有打鱼的渔船，也没有经过的商船，除了偶尔出现的帝国巡逻战舰外，就没有谁敢于经过此处海域。原因很简单，海峡对面的地狱之岛上就是兽人族的聚居地。兽人族并不甘心蜗居于冰天雪地的荒岛上，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杀过海峡，劫掠居民，寻找粮食，经过的船只更是他们捕猎的目标。他们有时在岸上点起火堆，诱骗船只靠岸，有时就干脆乘坐木筏或驯服的虎鲨直接袭击过往船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猎捕，就再也没有民用船敢于通过达伦海峡了。无奈的兽人们有时甚至袭击落单的帝国战舰，海上大战也时有发生，因此在海上不时可看见肿胀的尸体，人类的或是兽人的在波涛间沉浮。在乌压压的云层间出现了一只大三头鹰，这种地狱岛上特产的生物有着硕大无比的身躯，经过驯养后可以轻易地驮起体型壮硕的兽人。这时出现的一只显然是经过驯养的，它驮着它的主人在海峡上空绕了一圈，谨慎的确信无人跟踪后才向地狱岛内陆飞去。兽人族中可很少有这样精明小心的家伙。三头鹰最后降落在一个完全被白雪覆盖的山洞口，从三头鹰身上跨下一个身高腿长的壮年兽人，头上的红色毛发像人类一样经过梳理，眼中透出一般兽人绝不会有的智慧之光。他大踏步走进山洞，洞中铺着厚厚的地毯，铁制的火炉中烧着旺旺的木炭。洞中的布置与人类的房屋并无不同，一个有着雪白毛发、弯腰驼背的老家伙正在等他。一见到这个老家伙，年轻的兽人就跪下了。无所不能的大祭司塔塔拉，鹰族战士比斯诺完成侦察任务回来了。他说的是人类的语言。当年大祭司萨恩巴特曾经为兽人们制定过简单的语言规则，只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进化，现在兽人族简单的语言符号早已不能满足表达复杂意思的需要了。但兽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之道，人类早已有了完美复杂的语言系统，他们只需学习就可以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兽人都能学会，只有很少数特别高贵或是聪明的兽人才能有学习的权利。比斯诺，看到了吗？大祭司塔塔拉将自己完全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声音仿佛是从另一个位置传来的。是的，完全像你预料的那样，由伟大的萨恩巴特引导的卡奥斯获胜了。比斯诺恭恭敬敬地回答道。要说敬语，要说您。塔塔拉纠正着他的语法错误。我要知道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完全的过程。是，过程是这样的。尽管比斯诺是所有兽人中人类语言说的最好的，要他描述这样一场宏大细密的战役仍很困难，中途还不时被塔塔拉打断，问一些连比斯诺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问题，所以有时候比斯诺不得不用一连串的吼叫和叽喳声，兽人族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好不容易，他说完了卡德莱特平原会战的全部过程。塔塔拉沉思了良久，他转身从一旁的书架上取下了一本纸页泛黄的大书，书封面上写着《兵法总论》，这是数百年前卡奥斯名将埃尔利达斯的著名军事著作。虽然说现在这部书已是大陆所有军官学校的基础教科书，但人类的书籍竟然会在兽人族这儿出现，也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塔塔拉熟练地翻了一阵，找到一页后，他痴痴地笑了起来。妙极了，就在这儿，骑兵的优势在于强大的机动力。如果以重甲部队对其构成合围，限制骑兵的移动范围，
使其的机动力优势无法发挥，即可令其败北。卡奥斯这一次以枪兵为主作战，正是发挥了这一条兵法。在取得优势后，再投入己方的骑兵部队，这是随后扩大战果的典型，要记下来。他回头转向跪在地上的大个子比斯诺，你要记住，人类军队以骑兵为主，将来和卡奥斯对战，这条战法至关重要。是，比斯诺记住了。如果当年以毕生对抗兽人族为荣耀的名将埃尔利达斯知道他的兵法有朝一日会被兽人族用来对付人类，恐怕在地下也睡不安稳了。此时从洞口又进来一名更为年轻的兽人，进门之后同样跪下安求，拜见无所不能的大祭司塔塔拉。我们又遭到人类的袭击。大首领发怒了，他问什么时候进攻人类的领地。人类的行为确实难以预测，卡奥斯这时候进攻我们时机完全不对，难道他们打算两面作战？以前他们会派大批的军队前来，可最近却只派小股部队袭击我们的巡逻队，这种小规模的骚扰毫无用处。比斯诺也为最近接二连三的袭击事件感到奇怪。人类是不可理喻的生物，难以用常理衡量。塔塔拉用低沉的声音做出了决断。我早就对大首领说过了，现在介入没有益处，让他们再互相斗一阵，等到彼此的实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再一举消灭这些可恶的人类。可是，安求的声音中明显带着惧怕之意。大首领非常愤怒，他说：“既然人类胆敢向伟大的兽人族挑衅，兽人族就必须回击。如果伟大的塔塔拉祭司不同意，就派少一些战士去，至少要让人类知道我们兽人族不是好惹的。”派少一些战士，派去送死吗？卡奥斯的军队可不是好对付的。大祭司的声音中也带了愤怒之意，但是在沉吟了片刻之后，他还是向大首领的权威做出了让步。好吧，既然大首领耐不住了，那么就索性大干一场。安求，去告诉大首领，我们集结所有的战士，进行一次最大规模的狩猎。是，伟大的塔塔拉。安求回答完就迅速退了出去。你也去吧，比斯诺，为你的父亲去夺取土地吧。兽人族经过了数百年的屈辱，这一次要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塔塔拉嘶哑的叫声刺破黑暗，在漆黑